未成年可以去吗？未成年不可以啊，未成年你就攒钱，再等等。未成年人你攒什么钱？一看都没熟透，这怎么还缺一口啊？掰呢。还行，就是不够凉。可以和我恋爱吗？只能搞地下的哦，因为我有一个这个对象。你就说你介不介意吧。不介意。地下的也行，给大家讲故事吧。给大家讲故事吧。我吃完这个桃了啊。把这个桃吃完，吃的是满手。什么桃啊？吃满手。水蜜桃啊，水多呀。不如你。那不然呢？不然呢？讲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我不讲那么细了啊。就是我在成都，啊，我接触了一个小孩儿。这个小孩儿呢是那个，就在我的剧里边，他也有体现啊。我跟他就是软件上认识的，然后他就来我家里，然后就很第二次来我家里的时候，就是发生关系了。发生关系以后呢，他跟我住的地方有一点点远，
啊，有一点点远。然后呢，就是后来就我俩就说同居嘛，后来他就因为他住成都的高新区，在那个成都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什么体育场啊，就是高新区的一个场，啊，就在那块儿，就是高新区叫啥？成都什么未来中心什么中，不是未来中心什么中心，高新我也忘了啊。然后我住那个这个武侯区，然后就是就为了他上班儿，因为他高新区到武侯区坐公交得1个半小时，然后我就把我这边的房子就空着，然后我就跟他搬到他的一个小房间去了。那个是他还是合租的，3家合租一个地方，然后房间我记得特别小，只有一个房间，剩下全是公用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都没有体验过什么是和谐的性，跟他在一起有体验到了，就是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是柏拉图，就是因为有些人我看着很美好，但是其实发生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很 enjoy。直到遇了他以后，其实他长得不是特别好看，身材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骚，就骚啊，就是骚。然后就是俩人在一起特和谐，和谐了以后，你知道男人呐，咱们男人就是会有一个虚荣心，和谐了就特别就是给劲儿啊，咱们就是找到了那种就是存在感哈。对，然后就是跟他在一起，然后就特别和谐，和谐以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工作，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是男人，我是 man，I'm a real man。那我 real man 的话，那我一定要有一个 job，要有一个 job。然后我就去找工作，然后当时我就是做那个餐饮管理，然后我就在那个酒店大堂，我做大堂经理嘛，对，大堂经理。后来就是我就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每天就比较忙，然后忙我就很累呀，很累，我回家我就不愿意洗澡，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无论我特别欣慰的就是无论多晚他都会开着一盏灯，然后给我做一个热腾腾的饭菜。那个时候成都的夏天特别热，但是我每次回家我特别累，但是只要我回家他就能醒了以后赶紧去炒菜，然后他就每天晚上都让我吃到他炒的菜。但是后期的工作特别特别累，一回家我就没有力气，我也不想吃。但是他是一个处女座的，就是小玲啊，就是很标准的那种，就是有点爱一个人的时候比较就是主观的去爱别人，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男人在外边怎么样，然后每天晚上要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但那个时候我就很累，每次就是我回家以后我就倒那我就歇会儿我就睡着了，睡着以后他就叫我吃饭，我就不吃，一来二去就产生矛盾了，他就觉得我辛辛苦苦给你做饭你也不吃。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人其实我算是比较邋遢，我算是比较邋遢的人，就我比较就是那种就是，我出门之前可能就是会把衣服到处扔啊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说我，然后一开始无所谓的，后来就是总因为这个，就是谁干活多少啊，怎么样的，然后就会吵架。吵架其实很伤感情。处女座就是跟金牛座就是比较合的，就是我金牛座其实我能容忍吵架，但是不要吵得太凶，就是你可以打情骂俏，但是你不要就是真吵。后来就是那个，因为
我在店里做店长了，做店长，然后就是所有的店里的流水都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走，然后逐渐的，就是银行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范亚森，你的近半年的流水就特别好，本行就是要给你免费开通一张信用卡，然后那个时候的我25岁吧，24岁的我，其实那个时候都没有用过信用卡。说给我信用卡的时候，我就不太知道是什么。后来注册完以后，然后我回家跟他说，我说哎信用卡，然后他就给我解释。后来我就说那正好我的手机坏掉了，我有一个当年我是有一个4S，你想想2014年我有一个4S，其实就是很落后的一个手机了，然后当时我就想换一个手机，当时好像是5S 还是5啊，还我忘了，反正就是当时我就换个手机，然后我就想用这个信用卡去换，然后就是贷款嘛，不是贷款就是信用卡嘛，然后后来他知道以后他就说那个你别用你的信用卡了，你这个因为我那个信用卡的那个银行是建行，建行的就是折扣什么的就不是特别大就不是特别大。然后他说他有招行的，他说那个你要想，就是买手机的话，你用我招行信用卡去刷。我寻思那对象之间那就行，那就这么着呗。我说行，然后他说那你拿到手机以后要给我用2天，因为他从来没有用过苹果系列的东西，他都用国产嘛。我说行啊，他就提出来说那个用他的信用卡买，然后就是后期就是拿到手机以后，给他10-2天之类的。我说行没问题。后来就买了手机，然后他就用了1-2天，然后他就给我之后呢，我呢就把那个旧手机就邮回家里去了对，我就把那个旧的手机邮回家里去了，就是那个4S 除了听筒有问题，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紧接着我俩就是因为我就把后来我就就是我们店就是反正就是我不干了嘛，后来我就不工作了，然后我就在家待着，然后我俩一不工作吧，他对我的那个挑剔会更多，他就觉得你在家，然后就是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家待了5天吧，然后他就挺急躁的想让我去找工作。当年的我其实说实在的上进心就没有那么强，然后就觉得就是被催着去找工作那种感觉特别不好受，但是现在想想自己当时真的不上进。后来就是因为工作，就是我不找工作，然后我俩其实就有点争吵，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呢，他要回老家，还是参加婚礼还是怎么着？他老家是那个四川的一个县的，然后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我就自己在家边找工作边玩之类的。后来他没回来之前，然后我姐就给我打电话，就像剧里的那个情况，然后我姐就问我说：“哎，那个你手机里咋回事之类的。”然后她就看到了聊天记录之类的，因为当年我其实对数码产品以及银行卡这些东西完全不熟知，我把那个手机拿回去的时候没有格式化嘛，所以就出柜了。当时我也就比较懵，但是我没有像剧里那种就是叫他回来呀之类的，但是我当时确实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就挺慌的，我说那个那啥，我说我家里知道了，我说我挺慌的，他说那个也没啥之类的，然后后来他就有人找他，就把电话挂了，但是当时我家里其实就是想让我回家去交代，
我姐，嗯、我姐就想让我回家去交代，就意思不让我在四川了，因为她觉得四川才让我变成同性恋的，所以说她当年就是说什么也让我回去。然后我一想，我俩都已经，因为她回去都已经将近10天左右，或者说1周左右，我也忘了，好像一周左右吧。然后再加上是因为就是我俩在分开之前就是吵架了嘛，然后我又给他打个电话，然后他也漠不关心。后来我想着说，那我直接我就走掉好了，就是那种没有分手的分手。当年的我其实不太会处理这些事情，包括现在也不太会处理啊。反正当时我就觉得说，那好像就是分手的感觉。后来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我也没回去，然后我就这个就是想买机票，然后打算回去，然后就过了好几天以后，我才发现就是我有很多东西都在他那没拿，然后我就说那我走之前我得去拿个东西，然后我就给他发信息，然后他就说。说那个我上班呢，我说那你中午能不能有时间，我去那儿拿回我的东西。他说那好，那2点之后，就是因为像那种就是事业单位，就是那种就那种单位都是好像吃完饭就是到2点之前是休息，然后我就在这个等他消息。后来他说我在小区楼下了，然后我也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我去拿东西的时候，我就拿一个行李箱嘛，拿行李箱，然后他就不让我拿，然后就跟我吵起来，就像剧里一样。然后他就说什么我照顾他之类的，然后给我做饭、洗衣服之类的，然后就跟我吵架，然后就找我要钱。我说实在的，当时我确实处理的不好，我当时我就觉得说，这怎么还讹上人了呢？后来他说啊，那你怎么的，你也得把手机钱给我之类的，就是因为那个手机是他用他信用卡买的。我说那没问题，我说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我说这个钱呢，我日后慢慢还。他说不行，他说那意思就是都不在这儿了，就觉得我人品不好之类的，以后也信不着我，也不想跟我联系了，就让我一次性给他，要不然他就不给我行李箱。就这样，我俩就吵起来了。对，我俩就吵起来了，然后他就把那个，我记得当时他把那个行李箱坐在屁股底下，然后我就去抢，然后就像剧里一样，然后我就给他一拳，就打到他胸口上了啊，就像剧里其实100%还原了，但是只不过就是那个角色是有调换的，其实打人的是我啊。后来他就挺疼的呀，他就叫了一声，然后我就要去送他去医院，然后我就道歉，然后后来他就把我推开了，推开以后，然后那个就不欢而散嘛，然后我就拿到了我的行李，他说他以后不想再见到我，然后我就拿到我的行李我就走了。结果特别讽刺的是什么？我拿到行李之后，因为路上我就其实挺愧疚的，我就觉得说，哎呀，也不说好聚好散吧，但是不能闹得这么僵吧。然后毕竟也在一起生活2个多月，其实我心里是悔恨懊恼，加上就是有一点点懵的状态，因为就是那一天的事情发生太突然了，本来就是拿一个行李箱的事儿，结果就闹得特别僵。后来我就是有点懵，然后当时我是打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回我住的地方，结果下车的时候我就忘了把行李箱就是放在那个后备箱里，我就忘拿了，就觉得挺讽刺的，就是我本来就是拿行李箱，结果我费尽力气拿到行李箱，结果还给我弄丢了。
后来我查那个出租车公司，就是找各大公司的那个电话，也没有把这个行李箱找到，反正这个行李箱就丢了，特讽刺嘛，对，特讽刺。再后来就是，也没回去，然后直到有一天呢，就是我就是又过了将近1个多月还是2个多月之类的，然后当时就是就是现实中我家里对我出柜的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大反应，后来连交代都不用交代了，然后就是我就打算就是打算就是去某个城市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要走，或者说回一趟哈尔滨，然后再来成都。当时呢，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块那个比较贵的一块表，别人给我的，当年就大概1-2万块钱的一块表，然后我发现就没在这边，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说我说那个有一块表，你看看在不在抽屉里边。他说他看了一下，他说在。我说那我能去取吗？他说可以。然后大半夜我就去取表，然后取表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了，给我之后，然后俩人都比较尴尬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些比较感人的话，其中就是剧里的那句话，他就说他以为我会很宠的，因为可能我们东北人的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会比较就是大丈夫那种，所以就是南方的人可能都会觉得我们会很宠之类的，所以就是这句台词也是就是用到了那个就是剧里边嘛。这句话也是用到了剧里的台词，不是，就是这句话也是写进了剧里作为台词。后来，没过几天，然后我就把那个，当时不是6000多，好像是3000多还是4000多，反正我就把钱又给他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没再见面了，对，后来我们就没再见面了，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是2个多月吧，觉得就是处女座挺累的，处女座就是我不是说我跟处女座累，我是觉得处女座这个星座的人谈恋爱其实就是比较投入，然后就是特别是处女座的灵，他就是比较沉浸在自己灵的那个角色，就是很认真，然后很爱照顾别人，甚至他会就传统的女主人的那种，会命令你做一些事情，然后会享受在其中，然后他就是比较就是专一的在这段感情里边，但是像我当年是个小孩儿嘛，也有点就是驾驭不了，驾驭不了，然后也没有谁对谁错，就是觉得，但是挺真实的，这2个月的，就是交集其实挺真实的，但是，就现在他就在做律师啊，他就在做律师，然后就是现在我们又加回微信了嘛，就是后来他知道就是他知道那个我拍剧了嘛，然后他就从别人的就是知道我拍剧，然后就是又把我加回来了。你像这种我肯定会加的，因为当年的自己不太成熟，不太就是比较不优秀。等优秀了，你的前任或者说你之前的老朋友来找你的话，我一定会加的，就会觉得说，对，一定会，一定会，天涯枯此时，
然后现在他就做律师啊，然后就每天，我现在看着他的照片儿，就是他的样子没变，而且就是我也不会忘记他的样子，还是觉得不是说好不好看，就觉得说看到他照片儿上的那个五官，我就想起来他当初恶狠狠的在命令我做一些事情的样子。对，哎呦，就当时就是吵累了，其实也是，吵的累的。现在就无所谓了，现在我压根儿我就不会找那种了，我可能就是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对，还是念旧嘛，我不算是念旧，但是我觉得就是过去的事儿就过去啊，我是一个比较看得开的人，对，就是你比如说，你看那个，就是之前我跟卡卡的关系不是特别近，但是前一段时间卡卡来深圳了以后，我们其实就是在一起吃饭啊，然后喝酒啊之类的，觉得就是就还行吧，这还行，还挺好，对，还挺好的，就是该合作就合作呗。我觉得就是一段时间，你的认知和未来几年，可能一两年，你的认知就有所不一样了。就是你看重的东西，你不再看重，然后你会妥协一些事情。那个妥协不是说你真的就是无能为力，你去妥协了，是时间让你不会那么在意一些事情了。对，就是不会有自己那么多标准去要求别人了，就这样。所以就是认知，对，认知上的东西啊，转念了，就会觉得就是说，你只要不触碰我的底线，都觉得说啊，那可以交朋友，对，就是你别触碰到我的底线和利益，我都无所谓，所以就是，哎呀，就是跟别人接触也别太近，就别太深，你要接触深了，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东西，浅浅的就不会了啊，浅浅的就不会了。我去干啥去啊？我也喝不了酒，你是要走了吗？往往对方总是，什么底线，所以说就不要特别，除了自己的男朋友啊，我觉得其他的还是要保持距离吧。还有这老天，这老多天，这的人和行，我开车过去，我又要上班了，媳妇儿。不上班怎么赚钱呢？怎么藏娇啊？
你也想去吗？你也要去吗？谁呀、李慈儿，这李晨怎么？这李晨怎么老跟我抢你啊？你不对人印象很好吗？还李晨的还有谁呀、大周儿，啊？大周。大周哥哥，还有卢卡斯，啊？他们今天才今天才周三呢。要遇多少风大浪？周哥好像是已经挺久没来了吗？啊？大周哥是有挺久没来了吗？没有啊。哦，开会那天他不在吗？不是，不在呀、那天不在，那天不在。应该是我好久没见到大周哥了。怎么的，还非得你见着啊？我不用见着啊。之前你们你不是现在女主人的那个念头很深入啊。3月、4月、5月、6月、7月，5个月半了。要遇多少风浪，心不在。啊？七，嗯，咱俩2月1号在一起的呀？ 6个月半了。屁的，2月1号在一起的。哦，2、3、4、5、6、7。哦。7才现在快15，快算这儿干啥？啊？去上班了。你们不能喝酒？啊？你不喝酒吗？不喝酒你养我啊？我养你啊。养好你自己吧。遇多少风浪，心不再摇晃。那早点放你回来。 2点多吧。不然我晚上睡不好。睡不好，那你就争着。那我就争着等你回来。本来就是好吧。本来就是好吧。你像你昨天你起来了，你都不回来。现在我是真不愿意戴这眼镜。你就不要戴啊。戴上这眼镜这不是坏了吗？修好了。戴这个眼镜啊，就能看清楚自己皮肤有多差。我看看我戴的，我戴的好奇怪呀、我感觉我不适合戴这种圆框眼镜，我比较适合戴我自己的。你看我自己的睡衣，我这也好看啊。可能是我没看习惯，我嫌老。你要戴着去吗？戴着咋呀？不是想戴吗？那你戴呗。你到这儿了。我不会唱歌，我唱歌不好听。
聊聊小大夫的恋爱史。我的恋爱史，不好。这是他的直播间聊我的恋爱史，不好。第3任，你咋好上的？我们咋好上的？就顺其自然的好上啊。嘿，哎，哎呀，这蚊子捏了2下没捏死。为什么不是踢的？哎，嗯，你爱不爱我？爱你。哎，我去把我的衣服都给我熨一下，我现在没衣服穿。去吧，晚上我回来检查。啥呀？现在连我出门连个像样的那个没褶的衣服都没有。我说，那个买了一件我晒着吧，你又不要。你都熨了啊？我说我晒着吧，你们不懂，这叫情趣，这叫互动，好吗？你别在那块就是说不好听的了。这帽子你